小拇指等几个手指就可以抓着握把，而不是悬空或者说拖着机器了。这种状态下，手指是相对比较放松的，同时这个握把又是可以通过滑动拆卸的方式来进行更换的，带有防滑的纹理或者软胶材质，玩游戏的时候会更跟手不打滑。在使用小号握把的时候，可以完美的匹配大小。它可以装到这款标准的保护收纳包中，可以用来放2个 Joy-Con 手柄或者小号的配件，或是一对备用的握把，甚至可以放更多想要放的其他东西，可以随时查看插在 C1、C2 以及 A 口设备的充电功率，这点我觉得挺方便。而且呢，可以自己定义 C1 口是哪个模式，比如输入输出，或者仅输入或者仅输出的模式。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好，相信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屏幕前应该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拿到了 Switch 2，并且开始游玩了吧？我的也终于到了。其实对于这款掌机，个人感觉它应该是在2年前就应该出现了，而不是憋到今天才放出来。因为首先它的性能放在今天真的也没啥太大的亮点，其次现在市面上的掌上游戏机选择其实已经很多了，早已不是任天堂一家独大的局面了。这么晚的放出一个机器，其实对于任天堂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可能是 Switch 1代卖得太好了吧，也可能是老任觉得2代测试还不够完善，所以直到今年我们才有幸可以看到2代上市。老任你是真沉得住气啊！说归说，但好歹 Switch 2代是上市了，机能也确实相对1代提升很大。当然这个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1代的性能实在是比较弱，2代在一些关键的指标上也终于跟上了时代，比如 4K、HDR、HDMI 2.1， 类似于固态的存储速度等等。不过这里提升最大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1代的性能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拉垮了。但凡一个新机器有一些提升，就应该可以明显感觉超越1代的性能吧。其实机器开箱也没什么好拍的了，网上的开箱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所以开箱环节我就跳过了，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所有的配件和线材吧，给大家一个全家福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下面就说一下我初步对于这个机器的第一印象吧。首先屏幕变大了，当然它的代价就是重量也变沉了，具体的数值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我这边直接用双手去拿这2台机器，一只手去拿 Switch 1代的 OLED 版本，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拿2代去进行比较，可以明显感觉到2代的分量是超过了1代的，所以估计如果掌机模式长时间玩的话，手部肯定会比1代更容易疲劳。不过对于这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更大的屏幕意味着可以更容易看清楚屏幕上的字体，尤其是在玩游戏的时候。而且屏幕的分辨率也从 720p 进化到了 1080p， 所以在支持 1080p 的游戏中，精细度应该会比1代提高不少。但是如果是一些老游戏，分辨率本来就很低，那可能看上去的精细程度甚至会有可能出现倒退，这个应该大家都懂。因为屏幕更大了嘛，分辨率如果还是原来的 720p， 相对来说它的精细度就会下降。相对于重量的提升，我个人感觉为了更好的画质，其实它还是利大于弊的。还有这次宣传中这块 1080p 的屏幕竟然也能支持 HDR 的，我对这点还是期待很高的。虽然后来知道它的 HDR 只是 HDR 400，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这几年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都已经习惯了有 HDR 的画面了，甚至连航拍的大疆无人机的遥控器也都开始上 HDR 的 Mini LED 的屏幕了，所以支持 HDR 是大势所趋。虽然任天堂这次在屏幕上的 HDR 参数并不会太高，不过好在任天堂这次它也算是有 HDR 的效果，具体的 HDR 效果只有等后续的评测的时候才能知道了。当然看了一些网上的评测，好像掌机模式的 HDR 效果并不是太理想，屏幕的整体观感其实还可以。如果是和 Switch OLED 版进行比较的话，其实个人感觉它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具体的效果可以关注我这边后期的节目，会进行一个对比。机器的上方位置也多了一个 Type-C 的接口，算上下方的 Type-C 接口，等于这次机器上会有2个 Type-C 接口，而且都是可以支持充电的。上面的 C 口应该是在底座模式下可以支持外接 C 口的摄像头或者外接手柄，至于其他 C 口设备，应该任天堂已经软件屏蔽掉了，你就算插上的话也应该没办法用，比如说一些外接的硬盘。这次的游戏卡槽感觉比之前更容易打开了，而且这次也保留了 3.5 毫米的耳机插口，这一点还是要点赞的。这次掌机上的手柄 Joy-Con 的安装方式有了一些改变，原来在1代的时候是这种抽屉式的
这种插入式的方式去安装，这次换成了更加高级的磁吸的方式。像我这样轻轻的一碰，咔的一声就吸附上了。如果想卸下手柄的时候，可以看到手柄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卡扣，摁下去就可以将手柄拿下来了，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据说这次也是可以通过大力的方式直接把手柄直接拿下来，我这里就不进行尝试了。至于这次的吸附方式、吸附程度是否可以达到像我这样拿着机器而屏幕不会自己跌落这种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拿的时候劝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据说这次的改动是为了改善之前手柄的这种抽拉式的方式，时间长了会变松不紧的情况。不过换成这种磁吸的之后，可能会影响一些配件的使用，这个我们下面也会提到。机器的背面有一个可折叠的支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不过看着这个支架应该也是比较细，不知道这个支架是否耐用。在打开这个折叠支架之后，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会有一个 TF 卡槽，这次用的这种卡是叫 TF Express 的卡，读写的速度大概可以达到最大800兆每秒的读写速度，但价格也是更贵。其实主机本身自带了 256GB 的存储空间，如果不是大量下载数字游戏的话，前期是完全够用的，所以也建议大家这里暂时先可以不用买这个 Express 的卡，先用主机的自带的内置的存储空间，其实也是够了。等未来这种 TF 卡的价格便宜了，大家再入手。然后这次的底座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变大了，而且在底座的底部位置也有了一个散热风扇，是给底座进行散热的。不过听说现在底座模式有一些 bug， 就是可能它的风扇转速起不来，导致机器会变得很烫。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后续一些固件的升级可以进行解决。那我们先观察一下吧。好了，这个就是我刚拿到手机器的第一印象。下面我把 Switch 1代的内容转移到2代机器上，然后再进行具体的游戏部分的测试。那观众朋友们，再见。那好吧，刚才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这个机器的初始化配置还有体验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我会在稍后的其他视频中放出。在此之前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我买的一些必备的配件，有些是出于保护性的，有些是增加使用体验的。我觉得这些配件应该是大家比较需要的，抱着该花花该省省的原则，也为了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下面就分别说说我准备了哪些配件。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准备的第一个配件，就是我现在套在机器上的这个保护壳。这个保护壳我买的是骷髅家的这款，而且这款的保护壳我在 Switch 1代的 LED 版本上也在正常使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入手 Switch 之后必入的一款配件。别看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它里面还是充满了很多小细节。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极大增加你在使用 Switch 时的手感。在我们不用保护壳的时候， Switch 2整体是平的，你在握持的时候这个小拇指是无处安放的，大部分时候是在用小拇指拖着机器，时间长了小拇指会很累。有了这个保护壳之后，它就可以实现在几乎不改变机器本体状态的情况下，增加了2个握把，实现了类似于游戏机手柄的那样的形态。这样的话，小拇指等几个手指就可以抓着握把，而不是悬空或者说拖着机器了。这种状态下，手指是相对比较放松的，同时这个握把又是可以通过滑动拆卸的方式来进行更换的。在这个保护套的包装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小、中、大3种握把可以选择，可以非常方便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替换。骷髅家将这3种握把根据不同的人群和使用习惯进行了区分。大号的握把又叫 Plus Grip， 这种适合手大的玩家，也更像家用主机，比如 Xbox 手柄的感觉。如果我在家的话，一般我会使用这个。然后是中号握把，又被称作扳机握把 Trigger Grip，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有点像扳机。这个中号的握把是给中指提供更强的握力，也是比较适合在家的时候，并且要长时间握持的时候使用。长时间握持的时候可以减少中指的压力，让中指可以更轻松地握在上面。至于这个小号的握把，起名叫 Snap Grip， 是为了便携设计的，在几乎没有增加主机体积的情况下，实现了比裸机更好的使用感受。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小号握把的时候，几乎和裸机的体积差不多，而且手感也增加了不少。不会出现让很多手指悬空的这种情况发生了。这种小号的握把其实更适合外出携带，可以不用将握把拆下来，就可以直接放到很多包中，包括骷髅家自己的一个常规的小包中。这个小包我稍后会提到，而且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我的 Switch 1代的 LED 版本上，基本上长期我使用的也是这个小号的握把，因为用了它带出去实在是太方便了。可以说小号应该算是一个牺牲了一点点手感，但是极大的提升了便携能力的解决方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使用的这几款握把时的不同状态，就像这样或者这样。并且
因为这个握把是可以很轻松的随意更换的，只需要这样简简单单的推一下就可以推进去了，完成安装。你甚至可以在左右采用完全不同的握把，比如一个是中号的，一个是小号的，或者大号，这些完全取决于你的需求。说到这里，其实还有一点我是在使用之后我才发现的，就是在使用大号和中号握把的时候，就仅仅单纯依靠这2个握把就可以让机器很好的站立起来，像这样立住了，而且我感觉这个还算是比较稳。这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需要立起主机的时候，就不需要每次去拉那个不太结实的自带的支架了，也变相的延长了这个主机的使用寿命。在安装保护套的时候，这款保护盒里面的关键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使用了一个软的垫片，可以让你在安装机器到里面的时候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防止刮花你的机器，考虑的比较周到了。在安装这款保护壳的时候，我其实还发现了一处小小的设计的细节，就是这个锁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个锁扣。在之前那款为 Switch OLED 设计的款式的时候，它的这款保护壳这个防脱扣完全是靠大力安装和大力拆卸的，有些时候可能会很难拆卸，因为完全是需要力量。而这一代对应 Switch 2的这款保护壳上，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在这个防脱扣上加入了一个扳扣，可以向左或者向右去扳动。在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向右扳动，此时它是处于一个解锁状态，可以非常轻松的安装在这个机器的这个槽中，然后安装好之后，只需要轻轻的向左一扳就可以锁住了。而拆的时候呢，可以正好相反，只需要轻轻的向右一扳就可以很轻松的将这个零件拆下来了，使用起来也非常的优雅。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升级，其实也可以看出设计人员的用心。而且老的这款有时拆这个零件的时候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行，就像这样很不优雅。然后说一下这款的这个镂空的设计吧，因为这款保护壳采用的是这种半镂空的设计，好听点说叫半镂空的设计，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节省成本。它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并不会给机器的散热造成什么负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散热的问题。并且因为采用了这种镂空的设计，在安装了这款保护壳之后， Switch 2代是可以直接插入到原装的底座上的，不会像有些保护壳因为过于笨重或者厚，导致如果想安装到原装的底座上的时候，还要先把保护壳拆下来。这款就不会。有了这款保护壳之后，可以在掌机模式和 TV 模式或者底座模式之间非常顺滑的进行切换，没有任何的阻碍，就像没有带壳一样。那么说了这么多优点，那这款有什么缺点呢？我目前发现其实是有一个，那就是带了这个保护壳之后，因为Switch 2代的手柄安装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原来1代可以用这种方式直接抽出来，现在在2代因为用了磁吸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直接抽出来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摁这个 Joy-Con 手柄上的这个弹出键之后，后面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但是如果想抽出 Joy-Con 这个手柄，还是有些困难的，它的空间还是不够的。而 Switch 1代因为是采用这种抽拉的方式安装的，所以就算安装了这个保护壳之后，也是可以拿出来的。不过个人感觉，这个其实也是有利有弊的一个设计。由于有了这个保护壳之后， Switch 2代就不用担心像我这样拿着机器的时候，不小心屏幕和 Joy-Con 进行分离，导致机器跌落到地上造成损坏。而且我在使用这款保护壳玩 Switch 1代的时候，除非是在玩健身环，其他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需要外接手柄的话，一般我都是使用这款 Pro 手柄。再退一步说，如果真的需要 Joy-Con， 那也完全可以再买一套备用，而不用每次都去拆这个东西。毕竟未来肯定任天堂会出很多特别好看的 Joy-Con， 你真的能忍住不去购买吗？因此，综合来说，目前这个保护壳，我觉得是 Switch 2入手之后必入的一款配件。它不仅可以增加手感，不影响散热，而且呢，它也是可以增加 Switch 2使用体验的一个很好的配件。然后是屏幕贴膜，这次屏幕变大了，那屏幕的保护上也是需要更加注意。虽然原厂出厂的时候就带了一层膜，但从保护的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再贴上一层膜，不管是软膜还是钢化膜，都能很好的保护屏幕。一个好的屏幕可以让你更加投入的进行游戏。我买的是这款魔法力的贴膜，带的贴膜工具也很容易上手。之所以买他家的贴膜，主要是因为看了很多对比评测，好像是他家的反射率最低，对画面的影响最小。这个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我贴完之后的一个效果。还有我在贴膜的时候，并没有撕下它的原厂膜，而是直接贴上去的，个人感觉影响不会太大。然后是摇杆帽，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我这台机器的话，应该可以发现和别的机器好像有一点不同，是哪里不同呢？没错，就是这个摇杆。我给它加了一个摇杆帽，因为对于手容易出汗的人，
这个摇杆可能会是最先容易牺牲的，所以给它配一个摇杆帽是很有必要的。我给 Switch 2买的这个摇杆帽也是骷髅家的这款摇杆帽，有3个造型适合不同的人群。别看它就是小小的一个，作用可不小。首先最直观的，它能保护摇杆。现在 Switch 2的 Joy-Con 手柄虽然手感提升了不少，但摇杆还是最容易磨损的部分。尤其是长期玩类似于动作游戏或者射击游戏，还有一些格斗游戏，它的磨损应该会很快。在装上摇杆帽之后呢，不仅可以延长摇杆的使用寿命，还能防止类似于摇杆漂移提前找上门。第二点呢，就是它可以提升手感。这些摇杆帽带有防滑的纹理或者软胶材质，玩游戏的时候会更跟手不打滑。尤其像打一些比如街霸6或者马里奥赛车之类的游戏，体验能直接提升一个档次。还有一个隐藏的优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好看的。现在很多摇杆帽都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和颜色，装上之后呢 Switch 立马就变得更加有个性，看着更加舒服。比如这款摇杆帽套装里边呢，一共是包含了3个款式，有和原来摇杆相同的，还有这种的，还有这种突出的，它们都适合不同的场景。这里还有一个注意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买其他颜色的摇杆帽，不是黑色的，长期使用加上手上出汗的话，有可能摇杆帽是有可能会掉色的。然后你就可能会发现 Joy-Con 的原装摇杆上可能会出现别的颜色，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最后买了黑色的摇杆帽。总之，这个摇杆帽这么一个小小的配件，能保护设备，提升体验，而且呢能增加颜值，而且价格还不贵，性价比还不算不错，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购买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给它配的这个收纳包。机器既然已经买了，收纳包肯定是省不了的，而且几乎是必备的吧。因为一款好的收纳保护包可以在极端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机器。我一共呢是买了骷髅家的2款收纳包，一种呢是这种普通大小的，一种呢是这种大号的，也都是骷髅家的。这算不算骷髅家的全家桶呢？那个请骷髅家的厂商把广告费给我结一下吧，谢谢。先看一下骷髅家的这款普通大小的 Switch 2保护收纳包吧。我买的是这款蓝色的，这应该是蓝色吧。我稍后呢会将链接放到评论区中。还有另外2款，一款是黑色的，一款是迷彩的。这个正常尺寸的包和我上面提到的那款可以换握把的骷髅家的半包保护套，在使用小号握把的时候可以完美的匹配大小，它可以装到这款标准的保护收纳包中。这款保护壳它是 EVA 材质的，整体的质感呢是一个偏硬壳的设计，表面呢是防水的，保护性应该是非常到位。然后它的拉锁也是比较好用，但这里呢我主要想提一下它的这个防水的性能，它应该主要还是去防水溅，而不是去防手溅吧。有了这款保护收纳包之后呢，出门在外也不用担心挤压或者碰撞了，哪怕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它应该也会把 Switch 包得死死的，不会伤到 Switch 的机器。这款包的表面呢是这种类似于亲肤的磨砂的手感，相对来说比较的耐脏耐磨，平时放在桌子上呢也很有质感，不是那种廉价的塑料壳的风格，你看了应该就知道了。打开这个包的里面，可以看到里面是超柔的翻毛内衬，不会伤到机器。然后内部呢是一个上下2层的设计，上面呢有一个网兜的区域，可以放像充电线、耳机线、耳机或者清洁布之类的小配件。这个网兜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深，不太容易掉。中间呢有一层盖布，包里自带的卡带插槽呢一共能插8张游戏卡，出门带它其实是完全够用了，不用再另外携带卡包了。这个包的下层呢就是放 Switch 2主机的地方，我现在给 Switch 2装的是骷髅家的保护壳，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而且呢握把部分我用的是小号的，这样的话是刚好可以完美塞到这个收纳保护包中的，大小完全匹配，不会有挤压感，也不会有晃动。包的厚度呢也刚刚好，拉上拉链之后呢也毫无压力，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加分，因为它的尺寸实在是匹配的太好了。而很多其他的保护包呢和第三方壳子可能是不太兼容的，要不就是太紧塞不进去，要不就是太松，一晃就乱动。而骷髅家自家的这2款搭配起来的话呢，尺寸精准到像为彼此量身定制的一样，强迫症看了之后应该也是比较舒坦。并且大家看到内部的这个位置没？这个位置也是贴心的设计了一个摇杆的凹陷，防止在关闭盒子的时候挤压到摇杆，而且就算是你戴着摇杆帽去装在里边也不会被顶到，可以说细节是满满。最后再说一下便携性吧，这个包不是那种特别大号的行李箱类型的收纳保护包，而是刚好能塞下主机和一些基础配件，不臃肿，出门旅行通勤都非常方便。总结起来，这个包的保护性非常强，材质呢也算比较扎实，内部的设计也比较合理，而且和骷髅家自家的保护壳的兼容性非常非常好，尤其是适合用了骷髅家的保护壳并且用了小号握把的用户。估计未来我如果带 Switch 出去，大概率应该用它的次数会比较多，但可能有些朋友还是喜欢中号或者大号的握把，可能感觉用中号或者大号的握把感觉会更好一些，并且呢经常会这种状态带出去，那普通大小的这款收纳保护包可能就没有办法装下去了。那下面我就说一下这个大号的收纳包。
那么这款呢，就是骷髅家的这款大号的收纳包，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看起来其实会更加厚实。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评论区。那这款大号的收纳包和刚才那款标准尺寸的收纳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款会更加实用呢？下面我就简单做一个对比，也给大家一个参考，让大家可以买到合适的。从外观和体积上开始说吧。普通款的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巧，属于比较简洁的风格，而它的容量呢，只能装下 Switch 2主机和一些基础的配件。优点呢是轻便不占空间，出门放在其他的背包里呢也非常的方便。而这款大号的明显要更厚一些，长度和宽度也加大了一些，初看上去可能感觉会有些笨重，但它的内部空间其实也是翻倍的，能收纳的东西就更多了。再说功能和内部结构方面，普通尺寸的收纳包内部是双层的设计，一层放主机，一层是网兜和卡槽。而大号版本的这个收纳包呢就丰富多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3层的结构，中间一层呢是放主机的位置，下边一层呢就非常灵活，大家可以看到有好几个独立的空间，空间巨大，可以用来放2个 Joy-Con 手柄，或者小号的配件，或是一对备用的握把，甚至可以放更多想要放的其他东西，取决于你的想象力和你的需要。最上层呢还有一个大容量的网兜，还有12个游戏卡的插槽。在最上面呢，也是充分考虑了摇杆和摇杆帽，在对应的位置呢，也进行了单独的处理。另外呢，它也单独带了一张可以擦屏幕的布，普通型号的包它也带了，也是非常贴心的设计。基本上除了 Switch 2的底座之外，几乎你想到的其他 Switch 周边它都能塞进去。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给 Switch 2装了我上面提到的保护壳，并且用了大号或者中号的握把，这个大号的收纳包简直就是刚刚好。前面说的普通款收纳包只能完美匹配小号的握把，如果用了中号或者更大号的握把就塞不进去了。但大号的包不一样，中号或者大号的握把都可以轻松的放进去，而且还有富裕空间，不用担心压坏 Switch 2机器，或者将 Switch 2机器硬塞进去。然后在使用场景上，普通款更适合轻装出行，比如通勤、地铁上玩一会儿，短途外出等，你只需要带上主机就够用了，轻便好用。而大号的收纳包呢，更适合一些长途的旅行，或者朋友聚会，或者带着全套设备出门和朋友联机游戏的那种。你能把主机、充电器、备用握把、耳机、游戏卡等等通通放进去，一包搞定，还能放一些其他你想放的东西，真正的做到了移动游戏工作站 All in One。 当然这2款收纳包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缺点，比如普通款的缺点是容量受限，不能兼容中大号的握把，也没有办法带太多的配件。而大号的收纳包呢，虽然容量大功能全，但体积也明显增大了，不太适合日常携带外出。如果放在背包里呢，可能也需要一个更大号的背包，而且呢背在身上呢也相对来说重量会觉得更沉一些。在材质方面呢，这2款骷髅家的收纳包都是用的 EVA 的硬壳，耐压耐摔性都算不错，内部的填充也很到位，不会让设备在里面晃动。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大号的收纳包的内衬，它的分区会更加丰富，对设备的保护也更加细致，也能避免不同配件之间的互相刮蹭。总结一下，如果你是日常的通勤玩家，主机用的是小号的握把，对于便携性的要求高，那普通款的收纳包是足够用了。但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游戏玩家，出门想带全套的设备，甚至用的是中号或大号的握把，那这个大号的收纳包就会更适合你。2款收纳包在做工和材质上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在空间的配置和使用的场景上。所以最理想的搭配呢是2个都拥有，出门的时候呢按需选择，真正做到了轻装或者满装都能随便切换。所以这不我就2个都买回来了吗？那么如果是你，假如你也购买了骷髅家的保护壳的话，你更愿意使用哪个型号的握把呢？同时你更喜欢哪个尺寸的收纳包呢？请在弹幕中或者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吧。下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件，其实也是 Switch 2必备的，那就是充电宝。因为这次 Switch 2的续航实在是不太让人满意，所以如果出门玩 Switch 2的话，带一个充电宝几乎是必须的。我现在用的呢是这款固态科的15号 Ultra， 这是一款2万毫安时的2C1A 的充电宝。其实这款充电宝已经出了很长时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入手了。而我在入手这款充电宝之后呢，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也是非常的实用。这款充电宝它是带了一块 1.3英寸的 TFT 的彩色屏幕，可以随时查看插在 C1、C2 以及 A 口设备的充电功率，这点我觉得挺方便。而且呢，可以自己定义 C1 口是哪个模式，比如输入输出或者仅输入或者仅输出的模式。3个口的总输出功率呢，可以最大达到210瓦，这也意味着可以满足3台高功率设备同时使用。而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 C1 口最大可以支持140瓦， C2 口呢最大可以支持90瓦，而这个 USB A 口呢最大可以支持33瓦。
并且呢，这款充电宝它也是同时兼容 UFCS 的融合快充协议的。其实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这个品牌对于小米手机的支持是最好的，但有了这个融合快充协议之后，它对于其他品牌的手机也可以做到很好的兼容性。这款阔太科的15 Ultra 充电宝呢，它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支持2个充电头同时给这个充电宝充电，激活一个叫做狂暴模式的充电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最大可以支持165瓦的输入功率，可以更快的将这个充电宝充满。但其实这个模式我用的并不是太多，主要感觉就是它其实比普通模式的充电其实也快不了太多，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厂商用来宣传的噱头。不过多了一个这个功能呢，也算是多了一个选择。如果你家中有多个充电头的话，也可以去尝试去激活这个狂暴模式去进行充电。那回到 Switch 2上来说，其实如果单纯是给 Switch 2去用来充电的话，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性能的一个充电宝。那么你可以看看他家的其他的充电宝也行，比如说10号或者其他的一些型号。我使用这个充电宝呢，主要是用它给我的 MacBook Pro 进行充电，同时呢，也可以给别的，比如 Switch 2或者大疆的 Pocket 3同时进行充电。更高的输出功率呢，可以让我更加从容的进行充电。而如果我带相机或者这些设备出门，想去长时间去拍一些风景的话，这款充电宝可以更好的去补充电量，而且它的2万毫安时也会让我很放心，它的自己充电速度也非常快，就算是充电宝没有电了，也可以很快的将它充满。并且呢，这款充电宝大家也看到了，它是带了一块可以显示充电状态的一个屏幕，通过它可以随时去查看每个口的输出功率。就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它对于理工男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宝贝，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有了这个充电宝之后，我未来如果带 Switch 2出去的话，完全不用对电量有任何的焦虑，哪怕再带一台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同时满足同时充电的需求。好了，以上这些呢，基本就是我目前买的这些配件，也是我认为目前最值得买的几款 Switch 2的配件。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里边没有一款是官方的配件，倒不是因为官方的配件不好，而是它的替代品其实是有很多的。我未来呢也会留意还有哪些好用的配件会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点一个关注。其实说了这么多，那上面的那些配件有哪些适合你呢？也希望可以听到你的答案。大家可以把你认为比较不错的配件打在评论区或者打在弹幕上。另外，关于 Switch 2的使用心得的视频还在制作中，包括这台机器本身的素质，以及使用底座在 OLED 电视和新买的这台小米 G Pro 21U 上的一个表现。而我也会用 HDR 或者杜比世界的模式来呈现给大家，尽量还原肉眼的观感。那么如果你对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或者你还在犹豫是否去购买 Switch 2，那么不妨先看完之后再做决定。另外，本频道现在已经全面转入 HDR 和杜比世界格式的输出，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留下你的一键3连和关注。未来这个频道呢，也会制作更多更好的内容来回馈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常来玩，拜拜。